陷入停滞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有望28号在埃及重启，不过双方仍存在严重分歧，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据外交部消息，巴林、埃及、突尼斯、阿联酋国家元首将访华，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外交部副部长邓丽介绍，论坛将进一步凝聚中阿共识，规划下阶段合作，并将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出中阿共同的声音。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林国王哈马德、埃及总统塞西、突尼斯总统赛义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将于5月28号至6月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该会议将于2024年5月30号在北京举行。外交部27号就此会议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在谈及巴以冲突时，外交部副部长邓丽表示，在本届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方王毅外长会同阿拉伯外长就巴勒斯坦问题继续深入探讨，形成中阿共同的声音，目标就是要尽快结束加沙冲突，实现和平，同时推动国际社会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具体的行动去落实两国方案，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更大规模的悲剧正在加沙发生。据不同渠道的反映，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为结束这场冲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这就是近期中国在中东外交更加活跃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邓丽表示，从近期看，中方要求立即停火止战，要着力缓解人道危机，要防止这场冲突的外溢影响。从远期看，中东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根本上就在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不公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所以真正的落实两国方案，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各方的关切，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一目标，才是这个最终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出路。在接下来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外界普遍预计双方将就巴以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我们也可以就此推断，中方的主张得到了阿方的高度认可。实际上，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只是中阿合作的一个侧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经贸往来、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双方都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中方对中阿关系寄予怎样的厚望呢？邓副部长提到了这么一个词儿，要打造样板。那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出发点呢，也映射了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前进。自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中国的立场始终是十分鲜明的，也就是要求立即实现停火止暴，切实的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路的畅通，以两国方式的模式来解决当前的巴以问题。中方的这一立场与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高度的相同，双方拥有着非常广泛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埃及和卡塔尔目前承担冲突斡旋方的重要功能，积极穿梭外交。埃及总统塞西这次也将赴北京。就在上周，埃及媒体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情况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尔内亚会见美国中情局局长和卡塔尔首相后，已经决定将在埃及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但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分歧巨大。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以军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基础。当地时间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德国，开启对德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时隔24年，法国元首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再看看报道。26号下午，马克龙与夫人布丽吉特乘专机飞抵柏林，访问首站是参加旨在庆祝战后德国宪法制定75周年的民主节。马克龙是这次唯一受邀的外国元首。
值得一提的是，为预热6月将于德国举办的欧洲杯足球赛，德方还在活动上特意为资深球迷马克龙安排了一场桌上足球对战。马克龙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人群的簇拥中较量了一番，现场气氛轻松欢快，最终赛果以1-1打成平手。马克龙此行兴致高涨，抵德当晚在参加完国宴前，特意到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参观。当天早些时候还到访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马克龙访德为礼宾级别中的最高级国事访问，这对两国拉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领导人经常往来，但基本上都是工作访问。上一次德国政府以国事访问的最高礼仪接待法国元首，还要追溯到24年前的2000年。此外，欧洲国家领导人之间长达3天的访问时长也十分罕见。据欧洲舆论报道，马克龙和舒尔茨的性格和执政风格差别都较大，在多个热点议题上有分歧。除了国防、核能、财政改革、能源市场等内政问题上，还包括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问题。德新社表示，马克龙此访意在为两国的更多领域寻找共同答案。实际上，无论对于法国2个大国，还是整个欧盟来说呢，都走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他的这个访问行程呢，实际上都是在通过向这个历史中来崛起一些力量，去重拾这个团结，重拾这种欧洲的价值观对于民众的这种吸引力，把握这种欧洲政治的这种大方向。除此之外，此次马克龙访德还有一项重要背景是，欧洲议会将于下月举行选举。欧洲议会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被外界称作欧洲大选，是未来5年欧洲政治的风向标。作为英国脱欧后的首场欧洲议会选举，这次的选举暗流涌动，因此作为欧盟的2大支柱，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对表，展示团结的同时，也是给法德关系来一次体检，有助形成更多共识。实际上，近年来由于美国强势介入欧洲事务，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声也在提升。法德在这方面具有较为广泛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25号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法德再次就美国炒作所谓产能过剩发出了欧洲声音。对于美方针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炮制的这一谬论，据彭博社报道，法国和德国财长都在会上表示反对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但由于美方坚持，这一谬论仍被写进了联合声明。在西方内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他们并不完全是站到这个美国这一边，走上所谓的在经济、战略等等方向的这种反华战车，它并不符合这种欧盟自身的利益，那么它也不符合这种欧盟追求自身这个战略自主，以及追求作为世界多极化以及维护自身各方面利益的这样一个趋势。